指尖触到冰凉的白玉阶时，我猛地回神，鼻尖萦绕着熟悉的龙涎香，混着新采茉莉的气息。低头看向自己素白纤细、未沾半点冻疮的手，再抬眼望见远处那抹明黄衣角，心脏骤然缩紧，泪水险些砸落。我竟重生了，回到了17岁刚入宫参加选秀的这一天。前世，我是正六品文官之女沈青瓷，凭着几分粗浅容貌入选，封为末等更衣。彼时年少气盛，又不懂后宫生存之道，误信了柳贵妃的假意拉拢，无意间卷入她与皇后的争斗，最终被柳贵妃当作弃子，诬陷与人私通，打入冷宫，日日承受搓磨，最后被一杯毒酒了结性命。临死前，我望着冷宫的破窗，满心都是不甘与悔恨。若有来生，我不求圣宠，只求自保。可命运偏要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这一次，我定要凭着前世的记忆与清醒的头脑，在这筑墙深宫里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下一个，沈青瓷。我敛去眼底所有情绪，提着素色绣折枝玉兰花的裙摆，缓步上前，屈膝行礼，动作标准而不刻意，声音平缓无波。臣女沈青瓷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前世，我此刻紧张的声音发颤，抬头时又过于急切地望了皇帝一眼，反倒显得轻浮，只得了个末等更衣的位分。今日我始终垂着眼，目光落在自己的鞋尖上，既不怯懦，也不张扬。我深知这后宫之中，太过耀眼一舌，太过怯懦一欺，唯有沉稳内敛，方能藏拙保命，静待时机。抬起头来，皇帝的声音低沉，带着帝王特有的威严，却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。我缓缓抬眼，目光清澈，不卑不亢，只是平静地与他对视片刻，便缓缓垂下眼睫，恰到好处地流露几分羞怯，却又不失风骨。沈氏，书香门第出身。皇帝又问，指尖摩挲着玉案上的奏折。回陛下，臣女父亲来翰林院编修，臣女自幼随父亲读书习字，略通诗书。我如实回答，没有夸大其词。前世我便是因炫耀才学，被柳贵妃记在心上，今日我只需点到即止，留有余地。皇帝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，只淡淡道：封为正八品答应，居岁御轩。这个位分比前世低了一级，却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要的本就是不被人注意。我再次屈膝行礼，恭敬地应道：臣女谢陛下恩典。入宫后的第1日，碎玉轩偏僻而简陋，宫人稀少，只有一个名叫婉翠的小宫女随身伺候，还有一个年迈的老太监看守院门。婉翠性子怯懦，见我位分低微，又无后台，虽不敢怠慢，却也难掩疏离。我待婉翠温和，主动与她说话，见她衣着单薄，便将自己带来的一件素色夹袄送给她，又时常分她点心。婉翠本就无坏心，见我待她真诚，渐渐放下心防，对我愈发忠心，后来成了我在后宫之中最信任的人。她悄悄告诉我，碎玉轩虽偏，却清静，不易卷入纷争，而且离御花园的僻静处极近，偶尔能遇到前来散心的皇帝。还提醒我，同批入宫的秀女中有几位家世显赫，其中吏部尚书之女苏连月最为张扬，一心想要攀附柳贵妃，还有户部侍郎之女林婉柔，性子温婉，却也藏着心机。我默默记在心里，叮嘱婉翠往后在宫中多听多看，少言少语。婉翠连连点头，一一应下。入宫后的日子，我每日读书练字赏花，从不主动去巴结哪位高位嫔妃，也不与其他答应，常在争斗，安安静静地待在碎玉轩。这日午后，我带着婉翠去御花园的僻静处采菊花，准备晒干后泡茶喝。刚走到一处凉亭，便听到里面传来皇帝的叹息声，还有内侍的劝媚声。我连忙拉着婉翠躲在凉亭外的柳树后，不敢出声。只听皇帝沉声道：边关战事吃紧，粮草短缺，朝中大臣争论不休，有的主张和亲，有的主张派兵增援，朕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原来皇帝近日正为边关之事烦忧，我心头一动，这正是我崭露头角的好机会。我思索片刻，让婉翠去取来我随身携带的纸笔，写下自己的见解，不如让边境的官员就地征粮，再从内地调运一部分，同时派遣使者前往边关。写好后，我让婉翠悄悄将纸条递交给皇帝身边的内侍，叮嘱他不必提及我的名字，只说是偶然路过，听闻陛下烦忧，斗胆献上浅见。回到了碎玉轩，心中既有期待，也有忐忑。我不确定我的见解能否被皇帝采纳，也不确定这一举动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傍晚时分，碎玉轩突然来了一位内侍，传皇帝的旨意，宣我前往养心殿见驾。婉翠又惊又喜，连忙帮我整理衣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波澜，跟着内侍一步步走向养心殿。养心殿内灯火通明，皇帝坐在御案后，手里拿着我写的纸条。见我进来，抬眼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那张纸条是你写的？皇帝开口问道，声音比往日温和了几分。我屈膝行礼，恭敬地应道：回陛下，是臣女斗胆
听闻陛下为边关之事烦忧，虽不懂朝政，却也有几分浅见，不敢隐瞒，便卸下呈上，还请陛下恕臣女妄议朝政之罪。我故意放低姿态，表明自己只是无心之举，并非刻意卖弄，以免引起皇帝的猜忌。皇帝摆了摆手，笑道：无妨，你虽为女子，却有如此见识，实属难得。你的建议，朕觉得可行，比朝中那些只会争论的大臣还要通透几分。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赞赏。沈清慈，你有心了。即日起，晋你为正七品常在，赐锦缎10匹，珠宝1盒。碎玉轩依旧居住，往后若有什么见解，可随时进宫见朕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行礼谢恩。臣女谢陛下恩典，臣女定当谨言慎行，不敢辜负陛下的厚爱。我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关注，有了在后宫立足的资本，而且我没有因为这次机会变得张扬，依旧保持着沉稳内敛，这让皇帝对我多了几分好感。晋升常在的消息很快就在后宫之中传开了。苏连月得知后，心中嫉妒不已。他本以为这次能借着边关之事得到皇帝的关注，却没想到被我这个不起眼的末等答应抢了先机。他不甘心，便暗中派人去碎玉轩刁难我，故意不给碎玉轩送份例。婉翠得知后，气得不行，想要去找苏连月理论，却被我拦住了。不必去，我淡淡道，他故意刁难我，就是想让我生气，让我出错，好抓住我的把柄。我若去与他争论，反倒中了他的圈套。婉翠不解，可是小主，我们也不能就这么任由他欺负啊。我笑了笑，说道，我没有任由他欺负，只是不必与他正面交锋。你去悄悄打听一下，苏连月近日经常去柳贵妃的宫殿，还有他私下里有没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。婉翠虽不明白我的用意，却还是听话的去打听了。没过多久，婉翠就回来了，告诉我苏连月为了攀附柳贵妃，偷偷将自己家中的珍宝送给柳贵妃，还暗中帮柳贵妃监视其他嫔妃，甚至他还私下里与外男来往，那人是他的表哥，在宫外任职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，前世苏连月就是靠着柳贵妃的扶持一路晋升，后来还帮着柳贵妃陷害了不少嫔妃，其中就包括我。这一世他既然主动来招惹我，我便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任人宰割。这一世他既然主动来招惹我，我便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任人宰割。但我没有立刻揭发他，每日依旧读书练字，偶尔皇帝召见，我便陪他说说话，谈谈诗书，从不主动提及朝政。皇帝见我性子沉稳，时常会来碎玉轩陪我吃一顿饭，或是聊上一会儿天。柳贵妃得知皇帝时常召见我，心中也有了几分忌惮。他派人去打听我的底细，得知我家世普通，无后台，便放下心来，想要拉拢我，让我成为他的人。柳贵妃派人送来不少珍宝、锦缎，还有一些名贵的补品，让我归顺于他，承诺以后会帮我晋升位分。看着柳贵妃送来的珍宝，我心中冷笑，前世我就是被这些东西迷惑，归顺了柳贵妃，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我怎会重蹈覆辙？但我也不能直接拒绝柳贵妃，以免得罪她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我收下了她送来的东西，却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让婉翠回了一封信，说自己感念贵妃恩典，并会谨言慎行，不辜负贵妃的厚爱，却始终没有提及归顺之事。柳贵妃见我态度模糊，虽有不满，却也没有再多做什么。她不知道我早已在暗中悄悄拉拢了几位与苏连月不和，又被柳贵妃冷落的低位嫔妃，还有几位对柳贵妃不满的宫人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势力。柳贵妃见我态度模糊，虽有不满，却也没有再多做什么。她不知道我早已在暗中悄悄拉拢了几位与苏连月不和，又被柳贵妃冷落的低位嫔妃，还有几位对柳贵妃不满的宫人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势力。时机终于成熟了。这日是皇后的生辰，宫中设宴，所有嫔妃都要参加。苏连月为了讨好柳贵妃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还准备了一支舞。席间，苏连月跳完舞，得意洋洋地接受众人的夸赞，柳贵妃也对她赞不绝口，皇帝却只是淡淡点头，没有太多表情。就在这时，婉翠悄悄走到我身边，低声告诉我，她已经拿到了苏连月与她表哥私通的证据，还有苏连月帮柳贵妃监视嫔妃的书信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她按照计划行事。没过多久，宫中的侍卫突然来报，说在宫门外抓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，声称是苏常在的表哥，还拿出了苏连月写给他表哥的书信。书信中不仅有两人私通的情话，还有苏连月帮柳贵妃监视嫔妃的内容。大胆！今日皇后寿宴，竟敢如此放肆！大胆！今日皇后寿宴，竟敢如此放肆！皇上效命，臣妾等再也不敢了。哼！柳贵妃也慌了，连忙起身为苏连月求情。陛下，连月年幼无知，定是被人陷害的，求陛下明察。我缓缓起身，屈膝行礼，平静地说道：陛下，臣女有一事，不敢隐瞒。近日，臣女时常听闻苏常在经常私下里与外男来往，还暗中帮柳贵妃监视其他嫔妃。臣女虽不敢确定，却也觉得此事蹊跷。
皇帝看着跪在地上的苏连月，又看了看神色慌张的柳贵妃，心中的怒火更盛，当即下旨。苏连月私通外男，祸乱后宫，废除位分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宫。其表哥斩立决。苏连月瘫倒在地，痛哭流涕，却也无济于事，最终被侍卫拖了下去。柳贵妃因为此事也受到了牵连，皇帝虽没有废除她的贵妃之位，却也冷落了她，收回了不少赏赐。经此一事，后宫之中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招惹我，而皇帝对我愈发信任，也愈发宠爱。不久后，皇帝下旨晋我为正六品贵人，将碎玉轩扩建，赐名清晏宫，还赏赐了不少宫人珍宝。后来后宫之中又发生了几次争斗，柳贵妃不甘心被冷落，暗中设计陷害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却都被我凭借前世的记忆和智慧一一化解，还反过来抓住了柳贵妃的把柄，让皇帝彻底厌弃了她，将她禁足在宫殿之中，再也没有召见她。柳贵妃不甘心被冷落，暗中设计陷害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却都被我凭借前世的记忆和智慧一一化解，还反过来抓住了柳贵妃的把柄，让皇帝彻底厌弃了她，将她禁足在宫殿之中，再也没有召见她。其他嫔妃见柳贵妃失势，又忌惮我的宠爱和智慧，纷纷不敢再与我为敌。我一步步晋升，从贵人到嫔到妃，再到贵妃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成为贵妃的那一日，皇帝亲自为我戴上贵妃的金步摇，温柔地说道：青瓷，朕知道你性子沉稳，有见识，从不贪慕虚荣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我望着皇帝温柔的眼眸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泪水轻轻滑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更衣，我靠着自己的智慧，一步步站到了后宫的高位。我屈膝行礼，声音哽咽却坚定：陛下厚爱，臣女感激不尽，臣女定当一生一世陪伴在陛下身边。站在清晏宫的窗前，望着窗外的朱墙琉璃瓦，我心中一片平静。我知道，成为贵妃并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这后宫之中依旧充满了纷争和危机，依旧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，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保持清醒和通透，我便能在这朱墙深宫里安稳地走下去。我轻轻抚摸着头上的金步摇，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。前世的玉碎换来了今生的重生，前世的悔恨换来了今生的清醒。这朱墙之内，既有尔虞我诈，也有温情脉脉，既有身不由己，也有逆天改命的可能。而我沈清瓷终将在这朱墙玉碎之中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贵妃之路，一世安稳，一生顺遂。册封大典过后，清晏宫彻底热闹起来，前来道贺的嫔妃络绎不绝，有真心交好的，有趋炎附势的，也有暗藏试探的。我一一接待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温和笑意，言辞得体，既不显得过分热情，也不至于冷落了任何人。对于那些送来的贺礼，我让婉翠一一登记在册。婉翠如今已是清晏宫的掌事宫女，穿着一身体面的轻缎宫装，行事愈发沉稳利落。她一边帮我整理着案上的贺礼清单，一边低声道：小主，今日前来道贺的嫔妃中，唯有皇后娘娘没有亲自前来，只派了贴身嬷嬷送来了赏赐。还有林婉柔小主，虽来了，却只是坐了片刻便走了，神色看着有些复杂。皇后出身名门望族，是朝中太傅之女，执掌后宫多年，素来沉稳端庄，不偏不倚，却也极其看重中宫的威严。前世柳贵妃恃宠而骄，多次挑衅皇后的权威，皇后虽表面不动声色，却暗中布局，最终也算是间接推动了柳贵妃的倒台。如今我晋升贵妃，位同父后，虽无皇后之名，却得皇帝独宠，皇后心中定然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今日不来，既是保持中宫的体面，也是一种无声的试探。而林婉柔同批入宫的秀女，如今是正七品常在，居厅竹轩。她性子温婉，眉眼清秀，家世不算显赫，却也不算低微。因着苏连月之事，她与我有过几面之缘，见我待宫人温和，又不主动树敌，偶尔会来清晏宫坐一坐，说几句话。皇后娘娘事务繁忙，不来也是情理之中。我淡淡开口，语气平缓：你亲自去一趟坤宁宫，向皇后娘娘道谢，再备一份薄礼，不必太过贵重，心意到了便可。就送我院中刚开的腊梅，再加上一碟我亲手做的桂花糕。婉翠连忙应下：是，小主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那林婉柔小主那边，要不要奴婢去请她过来坐坐？我摇了摇头，笑道：不必了，她既然想走，便不必勉强。我明白林婉柔的顾虑，后宫之中人心复杂，人人都怕惹祸上身，与其勉强她靠近，不如主动示好，让她知道我无论身居何种位分，往日的性子都不会改变。婉翠退下后，我独自一人坐在窗前，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思绪渐渐飘远。如今柳贵妃被禁足，苏连月被打入冷宫，后宫之中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皇后的忌惮，其他嫔妃的觊觎，还有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柳贵妃残余势力，都可能成为我日后的隐患。皇帝虽宠我，可帝王之心深不可测，从来都没有永恒的宠爱。前世柳贵妃也曾深得皇帝宠爱，
可最终还是落得个悲惨下场，便是最好的例子。我不能太过依赖皇帝的宠爱，必须尽快稳固自己的地位，培养更多忠心于自己的人，同时也要与皇后保持好微妙的平衡，不能与她为敌，也不能太过顺从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这后宫之中真正站稳脚跟。正思索间，门外传来内侍尖细的通传声：“陛下驾到！”我连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仪式，快步走上前，屈膝行礼，声音温柔：“臣女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皇帝伸手轻轻扶起我，指尖的温度透过衣料传来，温暖而有力量。他目光温柔地看着我，笑道：“免礼吧，青瓷。今日册封大典，辛苦你了。朕处理完朝政，便立刻过来看看你，看看你这新面宫还满意吗？”我抬头望着皇帝的眼眸，浅浅一笑：“多谢陛下挂念，清苑宫精致雅致，臣女十分满意。陛下能来看臣女，臣女就已经很开心了，不辛苦。”皇帝牵着我的手走到殿内坐下，内侍连忙奉上热茶和点心。他拿起一块桂花糕递到我嘴边，笑道：“朕听说这桂花糕是你亲手做的，特意尝尝。”我微微张口，咬下一小块桂花糕，清甜的香气在口中弥漫开来，暖意顺着喉咙蔓延到心底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轻声问道，眼底带着一丝期待。这一世，我偶尔会做些点心，要么分给宫人们，要么送给皇帝，既是一份心意，也是一种无声的陪伴。皇帝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好吃，比御膳房做的还要香甜。青瓷，你什么都会，既能陪朕谈论诗书，又能为朕出谋划策，还能做出这么可口的点心，真是朕的福气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宠溺，伸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发丝，动作温柔。我心中一暖，却也没有因此失了分寸，轻轻靠在他的肩头，轻声道：“陛下说笑了，臣女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能陪伴在陛下身边，为陛下分忧解难，才是臣女的福气。”我故意放低姿态，表明自己的心意，既不让皇帝觉得我恃宠而骄，也能让他感受到我的真诚。皇帝轻轻揽住我的腰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青瓷，朕知道后宫之中人心复杂，你身居贵妃之位，定然会遇到很多麻烦。朕向你保证，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朕都会护着你，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，不会让你再受前世的苦。”听到前世二字，我身体微微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我从未告诉过皇帝我是重生之人，可他竟然知道了。我抬头望着皇帝的眼眸，想要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些什么。皇帝的眼神温柔而坚定，带着一丝心疼。他轻轻擦去我眼角的泪水，笑道：“你不必惊讶，朕早就知道了。你重生回来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朕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朕知道前世你受了很多苦，往后朕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”原来他一直都知道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、不甘、恐惧都在瞬间爆发出来。我扑进皇帝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